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 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现在是美东时间的9点28分，距离我们开盘呢还有2分钟的时间。在这一期的新闻速递节目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用很短的时间呢跟大家快速通报一下刚刚发布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首先呢来看本周的这个失业金申请人数的变化，在初请失业金人数上面呢，真实的数据是35万3000人，比上一周的35万呢稍微的多了一点点，多了3000人，比市场的预估呢多了4000人。那么这样的增幅呢，实际上跟这个真实数据相比所占的百分比和这个上下波动的幅度，应该不太会被市场过分的去解读。回过头来看，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是这个 2.86 个 million， 比真实的这个实际的真实的数据是 2.86 个 million， 比对本周持续申请失业金的这个预估呢少了一点点，这个 expectation 是 2.87 个 million， 所以呢比这个真实比预期的数据稍微好了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这个波动和差异呢也不会被市场过分的这个认为是利好或者是利空。所以整体上一句话来形容本周的这个初请失业金和持续申请失业金的数据呢，就应该算是中规中矩，用英文单词来说就是 moderate， 没有任何的不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波澜。看一看发布的二季度调整之后的 GDP 的预估，市场对这个二季度的数据呢是预估是 6.5， 实际上比 6.5 稍微要好了一点，这从正面的经济理解上面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虽然呢不如一季度的 6.7， 但是比市场预估在二季度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经济波动来讲，还是要高过市场的预期，所以呢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积极比较正面的这么一个经济数据。那么其实在我的频道里面也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明天将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鲍威尔呢也将在这个明天美东时间上午10点的时候呢站出来给大家做这个讲话，也就是今年在线上开了这个 Jackson Hole 的美联储每年一度的这种所谓的研讨会也好啊，或者说你把它当做一种美联储的年会，让所有的人在这样的年会里面可以这个充分的去发表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态度，同时呢作为美联储一个整体去协调对外发出一致的声音。那么从明天开始，在今年的这个 Jackson Hole 呢将会在线上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在这个也跟大家提前通报过了，我们明天的直播呢将会在9点半的时候一开盘就正式和大家见面，同时呢和大家一起度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段时间的讲话。所以呢我们关注这样的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呢，回过头来看在今天发布的初请失业金也好，持续申请失业金也好，包括二季度整个 GDP 的调整来说呢，实际上中规中矩4个字可以非常完美的概括它对整个市场的影响，也不太会从经济数据的角度讲进一步的去影响美联储即将到来的这个所谓的年度研讨会。因为这样的数据呢，第一符合市场预期，第二和之前的发布的经济数据相比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没有特别大的波动，不会给任何所谓的 decision making 造成更大的影响。说到明天即将开幕的这个 Jackson Hole 呢，其实如果大家去多看一些新闻或者是看一些电视里面的报道，其实陆陆续续的有一部分声音出来。那这样的声音呢分2种，一方面呢是美联储内部的声音，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不仅仅是美联储其中一部分比较典型的鹰派人物，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一部分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各个州或者是各个城市的这个联储主席。那么其实最新加入 Kansas City 的这个联储主席 Esther George 也在说同样的这个发表同样的态度，也认为美联储已经到了要去缩减在债市里面去购债力度，进而去调整整个经济数据的，进而去调整整个这个经济和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时间。所以呢，通过我们上周看到的 FOMC， 通过我们知道的一直在美联储里面的所谓的鹰派、先锋派和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内部的人士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一部分呢从美联储内部传出来的声音呢，还是希望越来越早，或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尽早去调整这样的经济政策。那么从一部分的消息，从市场和市场里面机构传出来的一部分声音呢，又在说有可能明天呢鲍威尔在讲话的时候不会第一时间直接提到改变经济政策或者改变货币政策的这个
说法，从这个角度讲呢，其实是对市场本身的一种安抚，或者说是让市场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在内心里面去调整，或者消化，或者在自己的资产配置上做出有更多的时间去配置或者去调整。实际上如果市场上现在所谓的这个消息灵通人士或者是这个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如果是正确的话，现在在市场上对于明天的讲话最广泛的猜测是说，仍然不会有最直接的这种指明点性的，或者说是非常明确的给出调整政策时间表的话，那么我相信明天的市场在这样的讲话结束之后呢，还会延续着在过去几天里面非常积极向上乐观的情绪。当然如果明天真的会有超过市场预期的态度出来，并且在鲍威尔本人的这种讲话中呢，直接提到一些重要的时间点，甚至说比如说像我们听到的 a couple of months 或者是 several months 这样的词从他的这个发言里面提到的话，那我相信市场还是会稍微的紧张一下，并且基于能够得到的一些信息，在市场的这个波动上面做出一些反应。所以呢今天已经到了周四了，离明天早晨的这个讲话呢也只有24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结合着今天发布的这个经济数据，对于市场应该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结合着美联储内部的人士，结合着市场上机构散布出来的一些消息，大家呢拭目以待，看看明天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在自己的操作上面呢，也请大家呢多注意，没有必要在美联储主席讲话的24个小时之前呢，仍然有特别大的这种买入，或者是特别大的这种仓位调整，或者是这个持股调整。因为毕竟呢在一个非常确定的有可能有不确定因素的经济活动或者是重要的这种讲话之前，市场往往会采取相对比较保守的态度。好了，我们在这一期的新闻速递节目里面呢，主要跟大家快速浏览了在今天1个小时之前早盘之前呢刚刚发布的本周初请失业金和持续申请失业金的数据，以及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2季度调整之后的 GDP 的数据，整体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不太会对市场的走势有过大的影响。好了，谢谢大家，我们稍后见。